风流遥遥无定志，阳台云雨梦中归。他年蓬岛阴沉绝，留取尊前旧舞衣。好，妙啊！此诗音韵入神，无谱无痕。相公近来所作，此诗为最佳呀！好，绝确周使，可有佳作相贺啊？放肆！为人相公和王师仪皆是汴梁重臣，何在乎这区区诗文小道？尔等这是难为人了。今夕拜新月，沉沉尽蜀中。玉绳书间采，今长竟无风。结患知身老，时平见岁功。因看北驰名，兰尽坠微红。好，见笑了，好诗师兄。哎呀，你们呐，真是。晚妆初了明积雪，春殿平娥鱼贯列。凤箫吹断水云闲，重按霓裳歌遍彻。临风谁更飘香榭？醉拍栏杆情未切。归时休放烛花红，待踏马蹄清夜月。臣等恭迎郑王殿下。主公不必多礼，孤是恶客，不请自来，叨扰了主公的正事。不敢。臣不敢。故昔年也曾随学内汉游历汴梁，中原风物何落人才，令故叹为观止。尊使远来，却不知我江南人物景色，可堪一观否？富贵已极。今夜之繁华盛景，翌日或成乱野荒墟。君何人也？大王，何出此言呢？不欲生灵涂炭耳。此亦天子欲也。非要变个征硕吗？昔日在汴梁，契丹天子驾前，诸君亦曾屈身为臣妾啊。大王说的是，故儿在衡州，李谷亲手杀了守卫武库的契丹官佐，救出了冯令公，使北地州郡重归汉统，雪了此耻。大王，我等北人不胜酒力，为时已晚，自请告退，还望大王恩准。诸位且慢，诸位且慢。大王，微臣早已安排妥当。今夜静还，使臣可入馆驿歇息。金陵繁华，堪比昔日长安洛阳。使臣若有暇，不妨盘桓几日，以尽我主之志意。就是啊。
告辞。徐内翰，昔日崇元殿上的种种情形，内翰还是应当常常与大王提起。饿久了的人看不得旁人糜费，主公若是不吃了，外臣请带回去吃。请大王允准。理应如此。这位周使尊姓？好歹也是杨行密留下来的奢折基业呀。承平日久，居然都自以为是桃花源中人了，可笑啊！金陵没什么可看的了，收拾行囊，明日一早启程南下。诺。董巡在。他带来的酒食就布在此地。诺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大人，没有惊扰到你吧？都散了，散了。大人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快点！对。庙堂之上，歌舞升平，雕梁画栋；江湖之间，虚礼横行，机缥遍野。真是应了杜工部所言啊！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所有人都排好队，谁都不许越次。行人只记录名姓、年岁、祖籍。车马和货物需缴纳赋，10税1。纳了赋的，到棚子里去取评级，上面有中吴镇的符印，拿着到博弈物去抵税，无需再缴2次税了。我等是朝廷使团，奉诏出使吴越。这是集市，这分明是一座城啊！如何呀？阔约3、4里，这城咱们走了半个时辰，还没走出去。东吴之地，不可轻图啊！啊，我们走。为广顺3年，岁次癸丑，10月甲午朔，念6日己未。皇帝若曰：朕诚有汉之乱政，诚统于丧离，尊圣道于王化，谨行缓复，以吴越居右，宣抚东南，待有得焉。兹尔天下兵马元帅，领镇东、镇海2军节度使，杭州、越州大都督，上柱国、吴越国前弘处。开国成家者60年，奉天朝之师律，勤修贡事。侧耳为吴越国王，天下兵马都元帅，拜太尉、尚书令。食邑3万户，食封1800户，福禄无穷，
以决百世，敬之哉！吾替朕命。臣钱弘处奉诏谢恩。参拜元帅。李相公免礼，诸公免礼。请李相公及诸位使臣暂回驿馆歇息。谢元帅。如何啊？若以之间驿馆论之，怕是远不及金陵啊。文博，你也太粗狭了些吧？见微而知著。吴越之地，官衙馆舍简约质朴，然四面皆寺，喧沸熙攘。既有长安东西、洛阳南北之旧貌，只此一条，便远胜南唐多矣。定下来是谁和你我来谈了吗？丞相府丞相袁德昭，元帅府判官慎文启。一主内政，一主共事，这礼数上都周全得紧呀。可惜了，何该当面称一称这少年吴越王的根底啊？无妨。临行之际，冯令公有所交代，郡王和赵元朗皆与这位大王有旧，让赵元朗去称。哎呀，还是吴越的酒喝得舒心呐。该说不说，你这大王做的是越来越有模样了。千头万绪，偏生还急不得。大事小事，只能从头慢慢收拾。都一样。小乙哥那儿也是一堆琐细事。官家身子不好，不做朝了，大事小情都得萧乙哥做主，一天也睡不得2个时辰。萧乙哥是以天下为己任的，他做这些事儿不奇怪。可我呢，自幼顽劣、懒散，赶鸭子上架做了这个大王，偏生坚壁又瘦弱，撑不起偌大的局面。莫要自谦。此番出使，我们却是自扬州而来，所见朱门大户却是豪富，可是寻常人家，衣不蔽体，物无片瓦，家无余粮。相比之下，我们来到吴越，自伯夷坞下船，我听闻也就是3、4年的光景，你将那伯夷坞翻了个5、6倍之大，且有万人跳卖营生，单凭这一点，你就比你的兄长做得好。那也是有六哥在先啊！啊，是。其实也没那么好，库府钱粮也没多出多少，民间钱帛往来、商事贸易多了许多，这倒是真的。府库中并无多余的钱粮可数。袁相公何必狂语？此行一路之上，所闻所见，吴越之富庶，即天下之冠。再说，朝廷也不是白要吴越之粮，这不是共识，是贸易。尽朝廷所有，只要东南所需，皆可贸易，包括兵甲在内。国中不缺兵甲。李相公、王师仪，袁相公所言俱是实情。实不相瞒，国中正在裁军。裁军？元朗兄，此番官家和小乙哥
遣李相公出使东南，究竟所为何来？想带你回京师，去京师里做你的大王。每个月朔望日，天蒙蒙亮，与我一同站到那明德门外去吹冷风。那可是好啊！那御史台的台玉我还没住够呢，只得半年的光景，整整胖了10斤有余。汴梁的食水养人呐，想得美！小乙哥那儿恨不得1个人分成5个用。我是帮不上他许多，你若能在，定能助他一臂之力。算了，不痴人说梦了。此番出使，实则是为了南梁北输的事情，也顺便看看吴越国是否可图吧。你当真这么想？小乙哥如今不再是河东郡的藩子，是执掌天下、监理国政的储君，便是寻常的中才之主，连做梦都想着江山一统，更何况是小乙哥这等雄才大略、心系天下的英雄。此次你确实猜错了。能让他夙夜忧心的，不是什么破狮子天下，而是民生。莱州海贸，就是开辟自明州到莱州的海贸航线。当年大王游历京师，走的便是这条海路。可惜当年京师灌溉云集，将门勋贵比比皆是，垄断商路。再加上又有地方上的藩镇林立，货物从明州到莱州容易，从莱州到京师，却要历经重重关卡，忍受几十层的盘剥。只要陆路和海路都通了，南梁北输，便不是妄想。吴越国中，春秋2岁，能输送多少粮食北上？袁相公没有打诳语，国中府库并没有多余的存粮，多余的粮食都在民间。如玉的意思是说，只要开了莱州海贸，民间商贾自家便会把粮食从明州走海路运往京师。做不到。方才下官说了，要使这条商路通起来，朝廷需先做到一件事。对，免税。只要朝廷肯免去这条商路上所有商贾的税赋，海上路上全面，穿州过县皆无阻碍，东南的粮米便会如同钱塘大潮一般，汹涌北流。到那个时候，官家和小乙哥再无荒年之忧。你可知京师每岁春秋2季所需多少粮米？海上运输运得了那许多？那袁朗兄可知，指明州外海黄龙社一家，每岁往东营平安京运的粮米有多少？哎呀，那大碗小弟能吃得了多少？只是个中原天子。万世之租，提来就矣。用度所出，为皇削除。征算之条，当从宽减。为国之计，十足是先。自今，株洲府跳卖商贾凡输往京师之米谷卖的，有户部开具牒诏。各州县博弈物进行捐免其赋。此6条自广顺4年正月起施行。请大王奏准。用席。
下官已具表彰，回返京师之后，必当陈奏天子，自莱州至汴梁，凡持吴越国户部谍诏之商贾，其赋税捐书，尽皆免之。若有各州县官吏阻挠牵绊，横加勒索，朝廷当不令极刑，以诛之。此番真是解了萧逸哥一种心头大事。那另一件心头大事，萧逸哥当真只字未提吗？若真让你纳土，你肯吗？我倒是想过，但做了大王之后才明白，纳土之事没那么容易。因为中间还隔着一个南唐。抛开别的先不说，只一点，这不是自家的东西，我自家说了不算。前世不是吴越之主，是吴越之共主罢了。大王，启禀大王，京师来的红绫赤宝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天子圣公不悦，怕是要大刑了。